陆东明打电话给海童，告诉海童他带洋洋回陆家吃饭，晚一点再送洋洋回家。海童自是没意见，外甥有陆东明照顾着，海童有时间和沈小军一起去逛逛街。沈小军给腹中的宝宝买生活用品，她怀孕8个月了，是该准备起来。看到沈小军给孩子买东西，海童卖淫大起，也给腹中的宝宝以及洋洋买了一大堆的东西。傍晚，战印和苏南一起来接他们的老婆回家，也是不约而同都推掉了应酬。应酬的重担落在战一晨和其他高层管理身上。以前最忙的2个人，如今成了最喜欢偷懒的2个人。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洋洋没有和你一起。战印下车，看到爱妻和保镖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，海童脚下还放了一堆东西。战印边上前边问着，买着买着就买多了。海童将提在手上的袋子递给丈夫，下午是姐夫去接的洋洋，带回陆家吃饭了，说晚点再送洋洋回来，我就和小军出来逛逛街。战印看一眼沈小军，同样是大包小包的。苏南与他对视一眼，2个人各自笑笑，带上自己的爱妻，搬上东西回家去。与此同时的海城，战一阳一身黑色的西装，系着一条浅蓝色的领带，手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，裤兜里还揣着2张电影票，站在杜氏集团门口等着杜雨萌下班出来。管杜雨萌是什么态度，他开始发挥追妻精神，天天送花送礼物，请吃饭，请看电影。别人是怎么追妻的，他跟着学，奈何杜雨萌一次都没有答应。他送给他的花束，他转身就投入了垃圾桶里，还拍了照片放到朋友圈，大嫂看到了告诉他的。战一阳的自尊心被打击了一下下，不过也就是一下下就重拾信心了。当初他也打击了杜雨萌的自尊心，现在杜雨萌怎么对他都是他应该的，是他应该受着的。谁叫他不听老人言呢？这不吃亏了吧？要是知道杜雨萌就是狐狸，打死他，他也不会拒了杜雨萌的。奶奶也真是的，给他选好了妻子人选，也让他成功的爱上了对方，偏就不解释一下，让他以为狐狸和杜雨萌是2个人，差点就要错过杜雨萌了。大哥说他是不相信奶奶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。战一阳真的无话可说，不是他不相信奶奶，是他被奶奶耍了一道好吧。奶奶爱看热闹，肯定是觉得他的几个哥哥追妻都是平平淡淡的，没有人尝试过追妻火葬场的滋味，故意看他的好戏。下班时间到了，公司的大门打开，不少职员开着车子从公司里面出来，有些人住得近，就是骑着电瓶车或者步行。大家出来看到站在门口的战一阳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好奇了，都知道这个帅哥是他们杜副总裁的追求者。论颜值，论气度，这个姓战的男人与他们杜副总很是般配。不过他们听说这个男人以前就追求过杜副总，有些人记性好，以前见过战一阳的早就认出了战一阳。但是在杜副总有点心动时，这个男人又说不爱杜副总，去追求别人一段时间没有追求成功，再次反过来追求他们副总。这种行为让很多人对战一阳的印象不好，把他们杜副总当成什么了？要知道杜副总是董事长的亲侄女，总裁的妹妹，董事长对亲女儿和亲侄女是没什么两样的。反正杜副总在杜家很得长辈们的宠爱，杜家在海城又是数一数二的豪门，身为杜家的2小姐不愁嫁。战一阳无视别人看他的眼神带着什么味道，他的视线盯着一辆辆开出来的车子，就怕自己一个错眼，杜雨萌就开车走了。杜氏集团的职员离开公司的时间，挂续了半个小时，才没有什么车辆开出来。战一阳没有看到杜雨萌的车辆，每一辆车出来时，他不仅看车牌号码，也看到车上的人，确定了是没有杜雨萌。杜雨萌还没有出来，还是他下午不在公司。战一阳发信息给杜雨萌，他不回，打电话会接，但只说句我很忙，就挂了电话。
他的朋友圈又干干净净的，压根儿看不到。那是他看不到，大嫂他们能看到。杜雨萌是同意了重新添加他为微信好友，但是朋友圈总是屏蔽着他，让他无法通过朋友圈来窥视他的行踪。保安大哥，你们杜副总下午没来公司吗？战一阳去保安室问着值班的保安。保安抬头看着他，答道：你刚刚叫我什么来着？保安大哥，我是当保安的，就是看门的。我能知道杜副总裁的行踪，他去哪里我都不知道，他来不来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24个小时都守在这里。战先生没有杜副总的联系电话吗？打电话给杜副总呀。问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哪里知道？就算知道也不告诉战先生。杜副总吩咐过他们，只要这个姓战的男人来了，未经他的同意都不让战一阳进公司，哪怕刮风下雨冷死人都不许战一阳进去取暖。大家都知道战一阳曾经对他们杜副总做过什么事，杜副总有那样的吩咐，他们自然执行到底。战一阳被保安的话噎得一时间哑了声，说不出话来。片刻他才说了句哦谢谢，然后抱着花束走开了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杜雨萌。电话通了，杜雨萌没有接电话。他又发信息过去问杜雨萌下班了没有，下午有没有回公司，说他在公司门口等着他，要请他吃饭，然后请他去看电影。战一阳还掏出了买好的2张电影票，拍了照再发送给杜雨萌。做完了这一切，他习惯性的去点开杜雨萌的朋友圈，依旧是除了最顶头的风景封面照就什么都没有。战一阳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第一次接近杜雨萌并追求她时，他都没有现在这般冷漠。说到底是他当初伤了她。杜雨萌说过的，他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动了真心，想过嫁与他为妻，结果他告诉他，他追求他一段时间后始终无法爱上他，他另有所爱了，对他的打击太大。杜雨萌没有回复战一阳，他也还没有出去，在办公室里呢。收到战一阳的信息，他连看都还没有时间看，想着早点把工作上的事情完成了，好下班吃饭。战一阳那家伙不用上班的吗？他自己名下也有公司，不管战氏集团的事，他总要打理一下他自己的公司吧。杜雨萌忙死了，从昨天开工后，他就忙得团团转，不是开会就是见客户，要不就是处理文件，或者去子公司处理突发事件。别说回复战一阳的信息了，他就是喝杯水都没时间。自己忙得团团转时，看到战一阳闲得很，杜雨萌就不爽，越发的不想搭理战一阳。用父母说的话，他杜雨萌又不是嫁不出去，非战一阳不可。他可以换一个男人喜欢的，就算他后面真的接受了战一阳，也要让战一阳追求他一段时间，他才能答应，让他知道他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他若是不知道珍惜他，他随时可以把他换了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杜雨萌头都没有抬，应着进来。这个点还没有离开公司的，不是他的秘书，就是他的大姐，杜氏集团的当家总裁。大堂哥不想接班，便由和大哥是孪生兄妹的大姐接班。兄妹俩一个是工作狂，一个就喜欢过悠闲的生活。杜大小姐推门而入，她和杜雨萌一样高，身材也保持得很好，苗苗条条的，五官就没有杜雨萌的那般俏丽，也算得上是清秀之人。她表情严肃，威严十足，一身黑色女士西装的她显得精明能干，又带上几分的冷冽。萌萌还没有走。杜大小姐进来后，严肃的表情就被温和取代，她变化莫测，时而温和可亲，时而冷酷无情。职员们都说杜总难以捉摸，比杜董还要难缠。在公司里端着严肃表情，但在家人面前，杜大小姐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，对兄弟姐妹都极好，特别护短。她的弟妹，她可以骂2句。别人要是感动她的兄弟姐妹，她瞬间暴走，替兄弟姐妹出头。战一阳没有挨杜大小姐的一顿削，
是杜雨萌不让大姐替他出头，他能自己处理。论武力值，他比大姐更厉害。大姐的拳脚功夫还是跟他学的呢，学的当然不如他，不过对付普通人，杜大小姐还是可以的。还没有忙完，等手里头的活都干完了再下班。晚上我没有应酬，就想下班后约上几个姐妹去逛逛街。还有几天就是元宵，街上已经开始热热闹闹的。海城的外来打工者很多，平时街道上总是热闹非凡，人来人往的。过年时大家都回家过年，市区就会变得安静。年初5、6开始，陆陆续续的打工人重新回到海城，海城又开始热闹。杜雨萌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他不好热闹，也不会顶着个百变狐狸的称号，到处混，其实就是看热闹吃瓜。有时候当侠女，有时候又闯闯或得罪人。杜大小姐走过来，自顾自地坐下，看着妹妹俏丽的脸，笑道：“那个姓战的又来了，在公司门口等着呢。”手奏鲜花，新买来的车子停在她身后，看样子是想请你共进晚餐，然后和你约约会什么的。他问妹妹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打算接受他的追求？”战义阳来了海城后，暂时还是住在酒店里，房子再看了，还没有看中的。奶奶建议他学一学军染，就在杜家旁边买栋房子，这样方便他追妻。可是杜家的邻居们都不想卖房，能和杜家成为邻居的都不差钱，谁想卖房子？战义阳无法利用他有钱的优势买到杜家旁边的房子，只能在那一带找适合的，拉近一点距离了。不过车子倒是容易，他昨天下午就去买了一辆新车，办好手续，开回到酒店都是晚上8点多了。现在车牌还没有上，暂时用着临时牌。杜雨萌说道：“我没有打算现在接受他，以后不知道。”顿了顿，杜雨萌说道：“我更看重战家，大姐，我想嫁入战家。”杜大小姐理解地笑道：“大姐明白的，战家是挺好的，比你准大姐夫家里更好一点。咱们女人嫁人，注重人品，原生家庭的好坏。家风好的人家，哪怕穷一点也乐意；家风不好的，再有钱他们也不稀罕，因为他们最多的便是钱。大姐夫家里也不错的，否则大伯和大伯娘也不会同意。咱们杜家也不差嘛。杜家家风要是差的话，战奶奶大概率也不会选中他给战义阳吧。目前与战家成了亲家的那几个家庭，海童背后是商家和凤家。商家不用说，凤家开始移交给海玲，以海玲的品性来看，以后的凤家家风肯定也会被扭转过来。宁云初家里乱一点，不过现在也被宁云初清理得干净，他当家，宁家的家风自然也被扭转过来。三少奶奶的娘家家里人口少，简简单单的，也很平和。这样一对比，杜雨萌又觉得老太太更看重孙媳妇的人品和能力，要有足够的魄力及能力才行。你对战义阳还要感情，他不是说心有所属吗？是他追不到他喜欢的女孩子，被家里长辈骂了，不得已回来找你的吧？杜大小姐笑过后，提醒妹妹不要再被战义阳坑了。战家的家风好，也不能保证他们家出来的人就都是好的。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，也有次品的，难保战义阳不是那个次品。总之，哪怕你还爱着他，想着最后还是嫁给他，你也不能太快原谅他，让他好好尝尝追妻火葬场的滋味。回头跟我二叔说一声，下次呀，叫战义阳脱掉上衣，站在外面吹半天的冷风。还有，我听二婶说他不爱吃辣的，他要是硬请你吃饭，你就点一桌子的辣菜，辣死他。他们海城人就爱吃辣，杜雨萌早餐吃碗白粥都要吃只辣椒呢。大姐吹半天的冷风，她早就冻成冰雕了。海城多冷呀，年过了依旧很冷。上次她只脱了外套站上半个小时，都感冒了，喝了一大碗的姜汤，又吃了感冒药，才没什么大问题。那是她的身体底子好，换成一般人没有病上10天半月才怪呢。我是想折腾一下她，
倒是没想过折腾死他，我还要靠着他才能嫁入战家。杜大小姐笑道，战家那么多少爷，也不是非他不可的。他底下的那几个堂弟与你的年龄相差不大吧？老五跟我相差不大，但人家已经有未婚妻了。老六也被安排了，老七以下的那3个还年轻，太小。就是给我也嫌弃太年轻，我不喜欢姐弟恋，特别是9少都未成年呢。杜大小姐，好吧，战老夫人真是个奇怪的老人家，但不得不承认她老人家很有眼光。我都觉得战一阳配不上你，他打又打不过你，智商情商都不如你的样子，也就是长得还好看。杜雨萌说着老实话，论武力值他是不如我。我的师傅是谁？真正有几个人能打得过我？其他方面他并没有输给我的，我真与他交战的话，估计在伯仲之间，也有可能是我输给他。大姐，不要小看战家的任何一位少爷，他们都有足够的能力挑起战氏集团的重担，只是他们都不想挑重担，不得已才由战大少爷挑担子的。因为战印是老大，弟弟们可以推辞，他身为老大没得可推。杜大小姐想了想后说道，好吧，是大姐对战家男儿不了解，你与他们打过交道，会比大姐更了解一点。既然你还放不下他，那大姐就不下狠手了。不过他那样对你，大姐是要给他一点教训的。上次你压着不让大姐动手，大姐憋了那么长时间都要憋坏。杜雨萌顿时紧张地问，大姐，你会怎么对他？放心，不会整死他的，你慢慢处理你的事情，等忙完了再下班，晚上就不用再加班加点。大姐出去问问战一阳，这一次对你是否真心的了。杜雨萌不放心的道，大姐，你手下留点情，不要往死里整。大姐都知道了，你对他的心岂会往死里整？就是给他一点教训的，保证他不会断一根手指头。杜大小姐边说边起身，你也不用跟着大姐，不让大姐出那口气，就算你们俩结婚办婚礼了，大姐都要找个机会出口气的。我不跟着，知道大姐有分寸的。杜雨萌也知道自己家里人对战一阳意见大得很，早就想动手教训战一阳的了，不让大姐撒了那一把气，真到了办婚礼时，大姐才撒那口气，有战一阳的苦头吃。反正家里人知道他对战一阳还有情，不会真伤了战一阳的，顶多就是给他追妻路上增添一点绊脚石而已，无伤大雅的。杜大小姐出去了，战一阳还在等着杜雨萌回复他，等不到回复，他再次打电话给他。好在这一次杜雨萌接听电话了。雨萌，你下班了吗？战一阳关心地问着。怎么我没看到你出来的，天都黑了。他从下午就过来，在杜氏集团公司门口等到现在，连杜雨萌的人都没有见到。还好现在他接了电话，我手里头还有点事情没有做完，等处理好才下班。有事？听他这样说便知道他是在公司里。战一阳庆幸自己还没有离开，他笑道，雨萌，你看这天都黑了，也要吃饭了，你不觉得饿吗？要不你先出来，咱俩一起去吃饭，饭后我再送你回公司加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的工作还有多少没有做完的？我买了2张电影票，等你完成了工作，我们还可以去看场电影。杜雨萌淡冷的拒绝，4少，对不起，我没空，等我忙完，我直接回家里吃饭。今晚难得的不用应酬，我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她早就约好了几个姐妹淘，晚上8点在步行街见面，大家一起逛街购物。没有时间陪着战一阳，战一阳重新追求她才1天的时间，就想共进晚餐，一起看电影了。做梦，连在她面前承认自己就是百变狐狸都没有。杜雨萌哪里会接受战一阳？真以为他杜雨萌很好追？当初他掏出了真心给他，他却说他始终无法爱上他，让他死心，他除了说对不起还是对不起。杜雨萌本来不想去接向阳的机，现在他决定了这个周6就去机场接回国的向阳。
当然不会和向阳谈恋爱，他对向阳是兄妹情。同样的，向阳爱的人也不是他，但不妨碍他顺着两家长辈的安排，与向阳来往密切一点，让战义阳紧紧张，吃吃飞醋。本来向阳就是他哥哥嘛，他和哥哥来往密切一点是很正常的事。战义阳瘦的也要瘦，不瘦的也要瘦，那就不去看电影了，咱们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战义阳改口，杜雨萌依旧是那副冷淡的态度。他说道：“战四少是觉得我没有钱，吃不起饭了吗？需要等着你来请吃饭？我喜欢吃酸的、辣的，战四少能吃吗？你都不吃辣的，酸的也不喜欢，咱们口味不一样，一起吃饭吃的都不香。这个倒也是事实。以前两个人一起吃饭，杜雨萌能迁就战义阳的清淡口味，战义阳能迁就他的口味吗？他跟着师傅长大的，吃得了苦，什么都不挑。当然了，他还是更喜欢吃辣的。战义阳，雨萌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多的是钱，吃得起饭。我就是想请你吃饭，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。你喜欢吃辣，可以都点辣菜的，我能吃下去。为了追妻，战义阳决定学着适应，什么菜都要加点辣椒的习惯。谁叫他未来的老婆喜欢吃辣呢？怪不得狐狸那么辣，爱吃辣妹子吗？说起来，战义阳是追求过杜雨萌几个月，但他对杜雨萌的了解真不多，主要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欣赏杜雨萌，但无法真的爱上杜雨萌，不爱，他就没有用心去了解杜雨萌，一颗心全放在狐狸身上。再说吧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大姐出去了，我还要忙一会儿，先挂电话。天不塌下来，你都别再给我打电话，打扰我工作，害我加班到深夜，我就更讨厌你了。战义阳，好，我不打扰你，你先忙，别太累。杜雨萌没有再说什么，挂断了电话。他刚挂了电话，战义阳还没有将手机揣回裤兜里，就看到了一辆豪车从里面驶出来。下班高峰期已过，职员们走得七七八八的了。那辆豪车大概就是杜大小姐的车架吧。战义阳以前见过杜家的长辈，同辈也见过好几个，不过印象都不深。杜大小姐是杜氏集团的总裁，虽说还有董事长在上头压着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由杜大小姐做主的了。故而她很忙，战义阳那时候刻意接近杜雨萌，对杜雨萌很好，就是追妻的态度。只见过一次杜大小姐，还是远远的见了一面。他最不熟悉的人便是杜大小姐，自然就认不出对方的车架。刚才杜雨萌在电话里告诉他，他大姐出来了。战义阳就猜测开出来的那辆豪车是杜大小姐的车架。那辆豪车驶出了公司门口，在经过战义阳身边时停了下来，后座的车窗按下来，杜大小姐探出头看向战义阳。杜总，你好。战义阳礼貌地问好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杜大小姐淡冷地问他。我等雨萌下班，请她吃饭。你等雨萌下班，请她吃饭。战四少，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有事求萌萌帮忙，还是像以前那样追求我们萌萌？不等战义阳回答，杜大小姐又说道，不是说四少始终都无法爱上我们家萌萌吗？既然不喜欢，又何必勉强自己？回去跟你们家老太太说个清楚明白就是，不要动不动就跑来撩我们家萌萌。上次的事是萌萌不让我们动手，不代表我们就会一直憋着不动手。你胆敢再玩弄一次萌萌的感情，我管你是谁，都把你的皮扒下来。杜大小姐越说越霸气，若是战义阳真敢再玩弄一次妹妹的感情，他真能把战义阳的皮扒下来。管他是什么身份，以战家的家风来看，战义阳做出来的事情，战老太太估计都想扒了他的皮，简直就是败坏战家好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好名声。战义阳神情一肃，答道：杜总，我不会再像上次那样，这一次我绝对是真心的。
并非我奶奶让我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因为杜雨萌是他的狐狸，狐狸不愧是狐狸，连他都被他骗得团团转。杜大小姐冷哼：“你真不真心，谁知道？”大小姐，我知道我说什么，你们也不会相信的。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对雨萌是真心的。战一阳真诚地道：“若我再有玩弄雨萌感情的可能，不用你们教训我，我家里人就能教训我几顿。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当初我是奉奶奶之命，想着和雨萌培养感情的。是呀，你是奉你奶奶之命来追妻，追着我们家萌萌2-3个月，萌萌年轻不懂事，被你撩动了心湖，你就抽身跑了，说什么发觉自己始终不爱萌萌。萌萌的动心就那么廉价，要不是萌萌追过去问个清楚明白，你是否连解释一下都没有？都几个月了，在萌萌忘记你时，你忽地又跑回来打扰我们萌萌平静的生活。咋的？战四少爷追不到你真正爱的女人，就回来找萌萌，把萌萌当成备胎了？真心的？我呸！你若是真心的，现在就去买一大袋辣椒过来，坐在这里直播吃辣椒给我看看，我可以考虑相信你是有点真心的。杜大小姐讽刺地问：“怎么怕了？做不到吧？做不到就带着你的花束滚蛋，谁稀罕你的花束了？我们家萌萌只是不想嫁而已，她只要想嫁，多的是好男人排着队来娶她。你战一阳除了长得好，还有什么优势？哪怕你们战家门庭再好，距离我海城千里之远，就是远嫁，谁家的女儿不是宝贝？谁舍得宝贝女儿远嫁的？我海城优秀的青年才俊多了去，随便嫁一个不比远嫁你战一阳好。现在你就说你是真心的，哪天你真正爱的那个女孩子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说要嫁给你，你是不是就踢了我们家萌萌？”战一阳赶紧解释：“杜总，不会，那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我若是和雨萌在一起，便是一辈子的事，我不会做出背叛家庭、背叛婚姻的事情来。这一点，战一阳能够保证的。别说杜雨萌，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百亿狐狸，哪怕不是狐狸，只要他娶了杜雨萌，她都会尽到丈夫的责任，对杜雨萌好一辈子。一辈子只有杜雨萌一个妻子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。他们战家男人不离婚，除非他们的妻子给他们戴了绿帽子。”杜大小姐冷笑的道：“你现在说的再好听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你不是说的吗？你要做出来证明给我看，我就想看看你能否有勇气直播吃辣椒，给所有人看看。要指天椒、小米椒，不能买原椒。”战一阳应着：“现在天色黑了，直播吃辣椒怕大家看不清楚，明天可以吗？明天白天我带上我买的辣椒过来，在这里吃辣椒给大家看。不用你买，我会让人去买。你买的辣椒谁知道会不会掺假？”战一阳没有意见，可以。为了追回他的狐狸，他拼了。辣就辣吧，还能辣死他，能让杜家人消消气，不给杜雨萌介绍其他优秀的男人就行。奶奶不就是为了看他追妻火葬场吗？行，明天就给你一个机会表现一下你的真诚。明天上午9点开始。杜大小姐不客气地定好了时间，然后按上了车窗，吩咐司机开车。同时她又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杜雨萌，问杜雨萌：“萌萌，你有战老夫人的联系电话吗？”“有的，怎么了？”“大姐要向战奶奶告状，战奶奶年纪一大把了，我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解决，不要再麻烦战奶奶了。”杜雨萌和老太太相处甚欢，她本能的就不想麻烦老太太。我听说战老夫人是个老顽童，最喜欢凑热闹，看好戏身子骨也还硬朗得很，想请她老人家来咱们家做客，顺便看看好戏。杜雨萌：“大姐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战一阳去就行了，不要打扰战奶奶了吧，她老人家是身子骨硬朗，但也80出头了，这么大的年纪，让她老人家出远门
路上出什么事，咱们负不起那个责任。战奶奶是战家的定海神针，老佛爷。杜雨萌可不敢拿他老人家的安全来开玩笑，就是他自己都很喜欢战奶奶的战家的人，他都喜欢。师傅也说过，他要是嫁入战家，他老人家完全不用担心。若是嫁给其他人，师傅老人家还得担心她嫁的男人不好或者家庭不好。战老夫人会用微信吗？会。战奶奶玩电子产品贼溜。行，那我加他老人家的微信，这样有什么好戏？也能和他视频通话，有他老人家当个见证。杜雨萌反复确定大姐不会要求战奶奶过来，才将战奶奶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大姐。说完后，他看似好奇，实则是带着点担心，问着大姐：“大姐怎么对战一阳了？”“我没怎么他呀，就讽刺了他几句而已，既不打也不骂，看在你还喜欢他，以后他会是我妹夫的份上，我也不能太过分，是吧？放心吧，大姐有分寸的。你要是对他没有感情了，那大姐就往死里整他。你还喜欢他，就过过嘴瘾，讽刺他几句了。你先忙，我去酒店吃饭。”说着，杜大小姐便结束了和妹妹的通话。杜雨萌总觉得大姐太好说话了，肯定瞒着她要做什么。大姐憋着气都好几个月了，如今有机会出口气，哪能过过嘴瘾就结束？还不知道大姐要怎么整治战一阳呢？杜雨萌虽然担心，却也没有立即打电话给战一阳，更没有出去，而是先忙自己的事情。等他处理完手里头的事情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。杜雨萌也饿了，收拾好，他挽着包，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往办公室外面走去。需要加班的那些职员，早在傍晚6点半就回到了公司。办公大厦最上面的那几层楼，在杜雨萌熄了办公室的灯后，就都熄了灯，没有人加班了。最上面那几层都是公司最高层的办公室以及大会议室等。杜雨萌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往外走时，遇到2名女职员，她们向她打过招呼后，其中一名女职员说道：“杜副总，战先生还在公司门口等着你，战一阳还在门口等着。”杜雨萌以为他早就走了，管他呢。杜雨萌随口应了句。他从女职员身边走过，走出办公大厦，迎面而来的寒风刺骨的冷。早知道他就将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了。迎着寒风，杜雨萌快步走到自己的车子，开了车锁上车。车上的暖气开了，他才觉得暖和些。战一阳在公司门口等了那么长时间，别又冻感冒了，他可不会再煮姜汤水给他喝。这一次可不是他的家里人要求他吹寒风的。数分钟后，杜雨萌想装着看不到站在门口那尊冰雕的，战一阳却冲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他车速不快，马上就刹车，然后按下了些许的车窗，骂着战一阳：“四少，你想死别死在我的车轮底下，免得弄脏了我的车轮。”雨萌，对不起，我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叫停你的车，不这样做，你根本不会停车。战一阳歉意的道。有事？杜雨萌深吸几口气后，淡冷的问他：“这么晚了，又冷，你还在这里站着做什么？冻坏了，可别赖到我头上来，我没有叫你站在这里。冷感冒了，是你的事。都说了，我不用你请吃饭。”战一阳堆着笑脸：“雨萌，看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你就赏个脸，让我陪你吃顿饭好不好？”他抱着那束已经被冻成了冰花的花束递来，歉意的道。天色暗了下来后，这气温越来越低，花束都变成了冰花，还是他们管城的冬天舒服呀。过年的时候还冷了几天，之后气温渐渐回升。现在啊，白天太阳出来，管城的气温最高能上到20度出头。不过海城这些北方城市气温又急降，想来冷空气也会南下，让管城年后再冷上一波的。管城再冷都无法和海城这些北方城市相比。不需要，我和战四少没什么好聊的了，坐在一起吃饭，我怕会影响我的食欲。
战一阳，你也不用再来纠缠我，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，你还是去找你真正喜欢的人，不要因为你兄嫂几句话就认为我是你要找的人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这里，免得你一辈子打光棍。反正你说过的，无论我多优秀，我都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。杜雨萌说着按上了车窗，就准备开车离去。车子动了动，他又停下来，再次按下了些许的车窗，问战一阳：刚才我大姐出来，你看到她了吗？看到了。杜雨萌打断他要说的话，我大姐没有做什么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他还真不太相信大姐什么都不做的。战一阳老实的答道：杜总讽刺了我几句，那是我活该，去年是我的错。杜总问我对你是什么意思，是否真心的，让我表现真心，叫我明天上午9点来这里直播吃指天椒和小米椒，那2种椒都辣。战一阳仅是想到就觉得喉咙火辣辣的了。为了能得到杜家人的谅解，相信他对杜雨萌是真心的了。战一阳无惧杜大小姐的辣要求，吃辣椒而已，又不是叫他上刀山下火海。虽然战一阳宁愿杜家人轮番揍他一顿也不喜欢吃辣椒，但杜家人喜欢看他吃辣椒，他吃便是。雨萌喜好辣，他喜好清淡，口味不一致，在如今挑剔的杜家人眼里，也能成为他和雨萌不适合的借口的。